哲學爽歪歪，吼力松歪歪。每集為你介紹一位哲學思想家。最近哲學家漢娜·鄂蘭的書《平凡的邪惡》突然在網絡上竄紅，登上博客來排行榜前5名。原來是因為柯文哲分享了他閱讀漢娜·鄂蘭的閱讀心得。當司法跟媒體胡搞瞎搞的時候，你也沒有講話，這就是平庸的邪惡。到底這個人人都朗朗上口的平庸的邪惡是什麼意思？今天這集我們就來聊聊漢娜·鄂蘭的哲學思想。1906年，漢娜·鄂蘭出生在一個猶太家庭。大學時期，她師從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海德格跟雅斯培，但是她的猶太身份讓她沒辦法在德國學界取得教習。直到1933年，納粹上台後，許多猶太人逃離德國，鄂蘭也輾轉流亡到了美國，成為美國公民，變成美國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二戰結束後，許多納粹官員逃到了南美洲。1961年，藏身在阿根廷的納粹官員艾希曼竟然被以色列的特工抓到了。以色列把艾希曼抓到耶路撒冷審判。這時候消息傳遍了各大媒體，鄂蘭就說：“我必須要見這個人一面。”這是鄂蘭首次有機會親自見到參與過大屠殺的納粹成員。鄂蘭自告奮勇，跟《紐約客》雜誌編輯說，他要擔任記者，出席以色列審訊。這場世紀審判受到全球關注，各地記者都來到耶路撒冷，想知道這個犯下滔天大罪的惡人到底在想什麼。鄂蘭參加完這場審判後，寫下了這本《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本書到底講了什麼。艾希曼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時，讓在場的人都大吃一驚。我們可以把他的理由整理成4點。首先，他說：“我沒有直接殺過任何猶太人，我不是扣下扳機的人，因為艾希曼的工作是負責管理物流，負責把猶太人送出境，把猶太人送到集中營。”再來，艾希曼又說：“我一點都不恨猶太人，我並沒有被納粹洗腦。”原本大家都以為這些人一定是被洗腦很嚴重才會做出這種事，他們都是意識形態的傀儡，沒辦法分辨是非。但是出乎意料的，艾希曼在庭上答辯時，不像是一個死忠的反猶人士，而就像一個平凡的公務員。再來，艾希曼的第3個答辯是：我只是國家機器裡的一個小螺絲釘，作為公務員，我只是服從上級指令，我沒辦法違反上級指令，所以責任不在他身上，應該要叫那些決策者負責。而且在納粹的國家法律裡，他所做的事完全合法。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守法、理性的公民。Im Gegenteil, mit dem größten Widerwillen entgegengenommen und trotz meiner wiederholtesten Bitten, mich von diesen Aufgaben auszunehmen und mich von diesen Aufgaben zu entbinden, wurde seitens meines Vorgesetzten nicht entsprochen. Ich hatte diesen Befehl durchzuführen. 最後，艾希曼還辯護說，他認識的人裡面沒有人站出來反對啊。他說自己第一次聽到處置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時，其實很震驚。但是在1942年的萬湖會議後，艾希曼看到各個高官都沒有提出任何道德質疑，才感覺到這件事情是可以被允許的。現在聽完了艾希曼的答辯，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決？當時在場的許多人聽到這段辯護都認為，艾希曼只是在狡辯，說自己奉公職守，沒有什麼邪惡的動機。根本就是在說謊，會做這種事的人背後一定有什麼邪惡的動機理由，所以艾希曼沒有講出真心話。到底艾希曼有沒有在狡辯說謊？歷史學家還有很多爭論。但是漢娜·鄂蘭反而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觀點：艾希曼的說法就是大屠殺的真相。這樁惡行背後沒有藏着什麼野獸、惡魔，而只是個平凡聽話的公務員，作惡的其實就是普通人而已。鄂蘭這番話完全顛覆了當時納粹等於大壞蛋的印象，讓很多猶太人聽了很不開心。你怎麼可以說納粹不邪惡，只是普通人？但是鄂蘭的說法其實是要在哲學層次上做出更大的翻轉。鄂蘭認為，惡的問題是歐洲戰後最根本的哲學問題。西方哲學2000多年來一直在討論善惡的標準，到了20世紀卻出現了600萬人的大屠殺。
這讓人類的惡出現了新的高標，舊的標準都不適用了。法國哲學家里歐塔有一個很貼切的比喻，他說納粹大屠殺就像是一場把所有地震儀都給震毀的地震。如果所有地震儀都被摧毀了，我們就無法測量這場地震到底有多大。所以在這場地震後，科學家都還無法理解這場地震的規模。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用過往的方式去理解這場歷史事件。過往的哲學會怎麼理解惡的出現呢？例如，有一派哲學家會把惡當成神學問題，因為西方文化的傳統，基督教、猶太教預設一個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但如果上帝是全善的，那世界上怎麼會有惡呢？難道納粹屠殺猶太人也是上帝允許的嗎？為什麼善良的上帝不介入阻止呢？允許這種事情發生的上帝真的是善的嗎？這一連串的提問在哲學上被稱作神議論，就是要去辯證說神是善的，跟世界存在惡這兩件事情不矛盾。神議論的一種回答是，世界的惡可能是神的安排，只是人的理性不能理解。也就是說，惡的背後一定有某種深刻的意義。但這等於是在說，歷史上的大屠殺可能有某種深意，是上帝的安排。即便在人類看來是惡的，也有可能產生善果，只是人類智慧不夠，無法理解上帝為何這樣安排。現在鄂蘭就要挑戰這種說法，不對，這樣講等於是在幫大屠殺開脫，說什麼大屠殺的惡會產生某種善，背後有某種深意。用這種舊的神議論去理解大屠殺是錯的。大屠殺背後其實沒有深刻的意義，而純粹是平庸的惡。再來，當時還有一種常見的理解惡的觀點，就是犯罪心理學。我們一看到可怕的事發生，就感嘆說這是人性本惡啊，以為犯罪的人一定是因為心裡很邪惡，像是好萊塢電影都喜歡把反派描繪成大惡人，或是心理學家喜歡說納粹一定是有什麼扭曲的人格才會去作惡，才會精心策劃大屠殺。哲學家阿多諾在戰後就曾寫過一本書，叫做《權威型人格》，想要研究為什麼有些人更容易擁抱法西斯主義，是不是這些人骨子裡都有某種權威型人格，讓他們更容易被極權統治者吸引。但是這些心理學的說法都預設了惡行背後一定有一個作惡的主體，以為惡源自於人的內在狀態。鄂蘭要挑戰的就是這點。你如果把納粹這些人講成有什麼特殊人格，幫他們做深度人格測驗分析，你就太抬舉這些人了，因為你還相信這些人的內在有特殊之處。但鄂蘭要說的是，這些犯下惡行的人內在根本就沒有深度。艾希曼作惡，但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惡行的背後不必然有一個作惡的主體。鄂蘭說，在艾希曼身上存在的是一個不思考的主體。不思考不是蠢哦，蠢是你有思考，但是思考的產物都很蠢。不思考則是連思考的活動都沒有，只是服從社會的秩序，就像汽車的自動導航模式一樣，排除自己做出道德判斷的機會。鄂蘭認為，這才是艾希曼作惡的根源。你以為惡的背後有什麼深不可測的動機，但其實只是作惡的人不思考而已。這就是所謂的平庸之惡，或是更好的翻譯成惡的平庸性。可怕的是，不思考的人還會用這點來替自己開脫哦。他們會說，是別人命令我們這麼做的，所以你應該去找那些人負責。Getötet wurden oder nicht, musste durchgeführt werden. Ich habe nur ein Teilchen dafür zu erledigen gehabt. Die anderen Teilchen, die notwendig waren, bis so ein Transport rollte, haben die verschiedenen anderen Stellen gehabt. 但現在鄂蘭說，你之所以要負責，就是因為你不思考，就服從他人。在鄂蘭看來，我們不需要把惡給妖魔化，而是要把惡給去魔化。艾希曼這種人不是禽獸，而是小丑。鄂蘭在訪談裡就說，不管希特勒做了什麼，殺了1000萬人，他仍然不過是個小丑。那要如何更好地理解這種惡的平庸性？鄂蘭做了一個比喻，他說惡就像是菌類一樣，會在表面滋長。你如果看到食物上發霉了，你可能會以為是食物的內部出了問題，但你如果往裡面深挖，就會發現裡面反而沒有問題，非常正常。有問題的不是裡面，而是發霉的表面。發霉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特別容易向外擴散。一個食物發霉了，很快周邊的食物也跟着發霉。惡就跟霉菌、細菌一樣，膚淺、沒有深度，而且容易擴散。如果要找到食物發霉的真相，你就不能往食物裡面找，而要往食物所在的環境裡找，像是氣溫、濕度，因為是這些條件決定了食物會發霉。同樣的，如果你活在一個發霉的政治社群裡，你就可能不自覺犯下惡行，還自以為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因為你身邊的人都跟你一樣在做不道德的事，你就自以為是正常的。這樣一來，惡的問題就不再是神學問題，也不是個人的心理道德問題，而是政治體系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的不是惡的心理學，而是惡的政治學。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是個人心理狀態、某個人的人性，而是政治共同體的集體選擇。因為是這些選擇形塑了我們共同的人性。介紹完了平庸的邪惡這個概念後，現在我們來更進一步分析這本書其實還有第二層意義。當鄂蘭說普通人也可以作惡時，這裡頭其實有更深的含義。當時鄂蘭這本書出版後，其實在猶太人社群中引起了很大的風波。這本書出版的40年內都沒有被以色列翻譯成希伯來文，為什麼呢？因為鄂蘭在這本書裡揭露了一段歷史，批評了錫安主義。什麼是錫安主義？就是猶太人要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建立主權國家。為什麼是巴勒斯坦？因為這裡是耶路撒冷的所在地。猶太人大規模移民巴勒斯坦的行動被稱作阿里亞運動。但問題是，在以色列建國的半個世紀以來，不斷地壓迫巴勒斯坦人。關於這段歷史，有興趣的觀眾請看我之前做的這支影片。在以色列建國後，鄂蘭就多次撰文批評錫安主義，認為這些猶太人到別人的土地上創建猶太民族國家，竟然不是跟阿拉伯人和平共存，反而變成了新的壓迫者。鄂蘭則是把自己的立場稱為流亡者猶太人，因為歐洲社會都反猶，猶太人被迫邊緣化。這反而讓猶太人有自覺的流亡，感覺到必須為了被壓迫者而發聲奮戰。歷史上許多重要的猶太思想家，像是海涅、卡夫卡，都屬於這種流亡者猶太人。Diesen Weltverlust, den das jüdische Volk erlitten hat, in der Zerstreuung, der dann, wie bei allen Paria-Völkern, eine ganz eigentümliche Wärme zwischen denen, die dazugehörten, erzeugt hat. Eine Wärme, die ich sehr gut kenne. Dieses hat sich geändert in dem Moment, wo Israel gegründet wurde. 要真正理解漢娜·鄂蘭的思想，就必須理解他的很多思考都是圍繞着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問題。如果掌握了這點，再去讀《平凡的邪惡》這本書，我們就會發現，這本書不只是在說納粹做的事是平庸的邪惡，也同時是在反諷以色列做的事。例如，鄂蘭把整本書的第1章節標題取作“正義的殿堂”，這本身就是在反諷以色列，因為以色列審判的正當性不足。艾希曼是從阿根廷被綁架來以色列，這是違反國際法的。而且艾希曼是在德國犯下的罪行，為什麼一個德國戰犯是被以色列的法庭審判？這不是很奇怪嗎？應該是由國際法庭審判才對。再來，鄂蘭更直白地說，負責審判艾希曼的這個國家以色列，他的法律禁止猶太人跟阿拉伯人通婚，這種種族隔離的制度，不就跟納粹法律禁止猶太人跟德國人通婚一樣嗎？但是以色列的法庭卻說自己是正義的。鄂蘭的這本書就是處處反諷以色列的這場審判無法實現正義。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做這場審判呢？因為以色列要透過這場世紀審判來做政治宣傳。以色列總理自己當時的說法是，這場審判就是要回顧20年前的事發經過，要教育下一代年輕人，教育全世界，讓沒有經歷過二戰的人知道大屠殺的可怕。記住，猶太人才是受害者。鄂蘭說，以色列總理是在幕後操控這場審判的舞台經理，想要國際關注猶太人的苦難，殊不知猶太人自己，這些被壓迫者自己，卻是在壓迫巴勒斯坦人。但是問題來了，歐洲的猶太人怎麼會跑到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呢？原來在1942年以前，
納粹最早的政策是要驅逐猶太人。在1933年，納粹德國跟錫安主義的猶太精英、猶太資本家合作，幫他們找一個地方移民，這個地方就是巴勒斯坦。這被稱作 Haavara 協議。當時艾希曼的工作就是把數千名猶太人非法運送到巴勒斯坦，協助猶太人的殖民計劃。1940年時，納粹甚至考慮讓猶太人到馬達加斯加建國。鄂蘭甚至講出了更驚人的事，其實在集中營剛開始的時候，是猶太人自己提供名單給納粹，讓他們可以方便運輸人口。這些歷史細節都被鄂蘭寫在書裡。現在釐清這段歷史脈絡後，我們可以重新來詮釋一下什麼是平庸之惡。艾希曼幫助猶太精英逃離納粹德國，讓你們去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結果你們現在要來審判他，說他是世紀大惡人。所以鄂蘭這本書其實做了2個翻轉。首先翻轉納粹等於壞人的印象，普通人也可以是惡人。再來翻轉猶太人等於受害人的印象，受害者並沒有那麼無辜，受害者也可以變成加害者。平庸之惡就體現在這個雙重翻轉中。所以平庸之惡不是只是說小老百姓也可能參與共犯結構，背後的另一層含義是，你以為的被壓迫者也可以是作惡的壓迫者，這才是惡的平庸性。鄂蘭自己作為一個被納粹德國迫害的猶太人，有勇氣出來批評以色列在做的事情，某種程度上預言了當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問題。美國哲學家 Richard Bernstein 在他的書裡就寫道，除非我們願意誠實面對漢娜·鄂蘭早就意識到的問題症結，否則中東永遠不會出現任何和平的局面。介紹完了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後，我們可以把這套理論用來思考我們的當代生活。當代生活是不是也潛藏着这種惡？鄂蘭的一個關鍵論點是，艾希曼其實跟一般人沒兩樣，是跟你我一樣的正常人。反過來說，你不需要是史達林、希特勒也可以作惡，你只需要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當組織裡的小螺絲釘就可以了。所以平庸之惡講的不只是納粹官員，而是每個人都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做了惡還不自知。想想看，你怎麼知道你付出忠誠、效命的組織不是剛好在做錯的事呢？例如在家族裡，你可能不經思考就做父母交代給你的事，結果在其他親戚眼中已經成了惡人還不知道。或是當今的資本主義體制充斥着不正義，許多便宜商品都是剝削窮國勞工換來的。經濟學家如果只是按照體制的規矩做事，那不就像是集中營裡幫忙辦事的官員一樣，不去思考資本主義產生的惡行？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們去辨別出平庸之惡？又要如何避免平庸之惡？首先，平庸之惡源自於不思考的主體。例如，社會上很多人喜歡說：“我沒有在幫哪一邊說話哦，我很中立。”這看似是中立，其實是不去思考自己應該站在哪個立場，看似是在回避衝突，其實是讓自己變成跟艾希曼一樣不思考的主體。如果有些事情已經打破了道德底線，你恰好就不應該中立。例如在電影《夢想集中營》中，就呈現出納粹在處決猶太人的日常變成了背景，但是德國人卻依然過着他們的日常生活，仿佛事不關己一樣。當政治開始惡化，公民如果還保持中立，不去介入，那其實就是在支持國家的惡行。所以鄂蘭說，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除了假中立以外，鄂蘭還認為有一種情況很容易滋生出極權，就是人民開始對政治冷感。例如，許多人喜歡說：“我們不要談政治啦，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音樂歸音樂。”還有一種人會覺得政治很骯髒，說藍綠都一樣爛，我不要去投票。當你這樣講的時候，你就是拒絕思考怎樣的政治行動是比較好的，就是跟艾希曼一樣是不思考的主體。集權政府能夠崛起，就是利用這種政治冷感人士。大家最好都不要參與公共討論，最好都認為反抗是無謂的，這樣集權政府就能為所欲為。鄂蘭還指出，極權主義最喜歡利用一些大敘事來合理化自己的統治，像是把事情歸咎於人性、自然法則、歷史法則。
鄂蘭就點名2種思潮：達爾文主義跟馬克思主義。達爾文的理論在19世紀被用來合理化種族的位階高低，許多統治者高喊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是自然演化的法則。納粹的優生學就是利用這點，把自己做的種族清洗說成是在實現自然法則。再來，鄂蘭也批評馬克思的理論，把資本主義跟共產主義講成是一種歷史規律，只要資本主義發展到最極致，就會催生出共產主義。這樣講，仿佛是有一股超越個人意志的力量在主導人類，把人類簡化成只是歷史運作的一個小棋子，外在的法則取代了人的自由。鄂蘭認為，這就是集權的溫床。統治者可以說，人民的犧牲是為了歷史發展，你要犧牲小我來完成大我，這就是極權主義最喜歡的論述。那麼，要如何避免自己不自覺地參與平庸之惡呢？首先，鄂蘭認為，不管社會朝哪個方向發展，人始終都是自由的思考者、行動者，都可以去反抗歷史的潮流。但是，你如果一直投入在一個環境裡，你就不會有機會去反思自己在幹嘛。所以，你必須從你所屬的組織環境裡抽離出來，往後退一步，看你自己在做什麼事，把外在嘈雜的聲音都關掉後，才能來一場與自己的內在對話，問自己，我在做的這些事，是不是被他人、社會、國家牽着走的自動導航模式？這種內在對話就被蘇格拉底稱作思考。請注意，鄂蘭說的是獨立思考，而不是獨自思考，不是叫你獨自一人關起門來思考，那樣只會困在自己的封閉世界裡，你就聽不見跟你立場不同的聲音，無法察覺到社會充滿意見的多元性。西方哲學從笛卡爾開始，就把思考變成是孤立的內在活動，讓個人遠離了與他人共享的公共世界。鄂蘭甚至說，孤立的思考是極權主義的溫床。納粹就是在自己的同溫層裡思考，或是當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態度也是如此，封閉在自己的思考裡，無法容納對方。所以在鄂蘭看來，哲學不是起源自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在，不是我思，而是我們思。只有與他人一同思考，政治共同體才會存在。因為不思考的共同體，就可能滋生出極權，導致共同體的自我毀滅。其實，在納粹統治時期，就有許多不合作、不服從的公民。這些人在當時會被稱作不負責任、不守法。但是從事後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才是真正能進行獨立判斷的人，不是因為他們更聰明、道德上更高尚，而是他們可以有意識地暫時關掉自動導航模式，讓自己不被社會、國家機器的秩序給牽着走。人一旦停止思考、判斷，就可能讓大屠殺重演。不過，要做出獨立的判斷，有時候也是要付出代價的。鄂蘭的這本書出版不久後，很多猶太人朋友就跟鄂蘭鬧翻了，跟他斷絕關係，因為他的獨立思考推翻了猶太人等於受害者的框架，講出了當時很多人刻意不提的事：猶太人也可以是加害者。所以要做獨立判斷，還要有能夠實踐的勇氣。在這點上，鄂蘭不只是像學院裡的哲學家一樣做出思考而已，還同時付諸行動。他不只是政治思想家，還是政治行動家。如果你想探索更多的哲学思想，我最近在好好開了一門超級歪的哲學訓練課，歡迎你點擊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這門課程設計也參考了法國高中哲學教育的課綱，也會引用大量的電影、日常生活案例，讓大家不會覺得哲學是難以親近的知識，而是與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從日常辯論的技巧，再到人生的價值選擇，哲學都是拓展我們視野的軟實力工具。如果你是常常收看超級歪頻道的觀眾，也非常適合這門課。我會帶你走過哲學史上的重要思想流派，古希臘哲學、德國古典哲學、批判理論、精神分析、存在主義，讓你可以進一步系統性的學習哲學。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貼文，就可抽漢娜·鄂蘭一本。也歡迎您使用超級感謝，或是加入頻道會員。
就可以觀賞會員專屬影片。